就在刚刚几个小时以前纽约州的地方法院判决特朗普34项罪名全部成立特朗普从此创造了一个记录，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被判有罪的前总统。今天这个视频我们来分析一下特朗普到底为什么会被判有罪，以及他是不是真的有罪，在大选前夕民主党的这个操作其实是不是真的恰当，还是说他们以这个司法正义为名进行一个政治操作来打压特朗普抬升拜登的选情。在这个地方开始以前，我先声明一下，我本人是政治上的一个新保守主义派别。完了之后，在拜登跟特朗普两个人之间，我不太喜欢拜登，我对特朗普更多是很失望。如果两个人非得二选一的话呢，我可能宁愿选择缺点更明显的川普，而不太会选择这位虚弱腐败的拜登。这个是一个利益冲突声明，我先声明一下。当然我本人并没有美国身份，所以其实都是纯粹是口嗨啦，没有任何的实际利益冲突。 OK， 那之所以特朗普会被起诉，原因就在于2016年的时候，当时特朗普参加大选的时候，有一位艳星就跳出来说，当时在2006年2007年左右的时候，他跟特朗普有一腿。然后这个时候呢，特朗普就指使自己手下的一个律师，就支付了13万美金给这位艳星，然后封住了他的口，避免这个小报把这些风流韵事绘声绘影的这个炒作起来之后，影响到他自己的选情。这个律师呢，就用自己的钱先垫付了支付了13万美金给这个艳星。完了之后特朗普就在后续的这个操作过程当中呢，就使用了律师费这么一个名目，然后用一些伪造的商业记录来把这个律师的钱还给他，就这么一个事儿。然后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呢，他就指控特朗普因为伪造这个商业记录来就是掩盖向艳星支付的这么一个封口费。法庭通过这个陪审团的投票之后，裁决特朗普34项罪名成立。所以虽然后续特朗普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律师团一定会上诉，有可能会推翻这个判决，但是目前看起来，我觉得暂时来讲，就是的确特朗普在法律程序上是被定罪了。然后很多人尤其是川粉会在这个时候质疑说，这个法官是不是非常偏左，然后他是有意的想要跟特朗普挖坑，如何的这个操作上不公平，或者是疯狂的暗示这个陪审团怎么样可以跟特朗普定罪，以及他的这个陪审团因为是处在这个传统上纽约州是一个南州对于特朗普的这个非常不利，很多川粉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抱怨。不过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就是，虽然美国堕落了，但总体来说依然是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法治国家。以川普他个人的经济实力以及共和党对他的支持来说，他绝对可以让自己的律师在美国法律的框架底下为自己争取到所有的合法权益。所以如果没有出现非常实锤的一些证据的话，我倾向于不要去质疑法官或者是陪审团当然他们不会保持绝对的公正，但是至少我觉得如果有证据证明他们有非常明显的倾向性的话，要相信特朗普他的这个明星律师团是一定会有足够的能力去为他争取到合法权益的。 OK，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重点想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到底民主党在这个时候在选举以前起诉川普，他们是真的合适吗？这个动作是不是涉嫌会干涉到选举呢？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这样，如果真的是重罪那当然是有一定的急迫性，因为你需要告诉美国选民这一位候选人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人，他可能犯了一些真的很夸张的，比如说谋杀呀、杀人放火抢劫如果是这种类型的重罪，他当然需要在选举以前就有一个结论，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是干涉选举。但反过来，如果只是一些很轻微的罪行，你刻意的要夸大要判决的话，那是不是真的就是干涉选举呢？首先我们回到川普的这个 case 上来，
在判决书当中提到他的这个罪呢是属于一级重罪，不是那个数字123的1，而是 EFG 的这个1，就是一级重罪。那这个重罪类型呢，其实是在纽约州最不严重的那种重罪。然后因为是属于伪造商业记录嘛，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中国人传统观念当中的那种杀人放火抢劫这种暴力重罪，所以很多中国人一看到这个新闻，第一反应就是这么轻微的一个罪行，好像很多美国人都会犯，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这根本就算不上什么重罪吧，根本就是一个非常轻微的，甚至连违法都算不上的一个东西，对不对？不过我们具体还是要看美国的法律以及纽约州的法律是如何规定这件事情的。根据我自己的了解，也包括我们在推特上这个大兵的一些解释如果这个伪造商业记录罪在纽约州这么一个具体的司法辖区内，它是为了掩盖某一项重罪的话，那伪造商业罪本身它就是重罪，也就是判决当中的这个一级重罪。但另外一方面，如果它不是为了掩盖重罪比如说只是为了遮丑不想酿成一个公关灾难，不想出现一个丑闻的话，那这种伪造商业记录本身它就是一个轻罪，就属于 A 级的轻罪。那我们回到川普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上来看的话，他是为了掩盖向艳星支付封口费这么一件事情才伪造的商业记录，所以那支付封口费这件事情算重罪吗？那基本上在美国很多企业或者个人，他们为了让某一个人保持沉默，然后避免公开一些丑闻或者一些信息给某个人或者是某个企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他们会通过私底下协商的方式达成一个妥协或者是一个协议，然后支付和解金或者是封口费来避免法律诉讼，或者是避免一些负面的影响。这种是一些非常常见的一个活动，它这种支付行为本身它并不涉及到任何的违法或者犯罪，前提就是双方是自愿达成的这么一个协议。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就是川普的律师跟这个艳星之间他们的这个私底下的协议不是自愿的。既然双方是自愿达成这个协议，然后没有任何强迫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接下来我们关注的重点就是这笔钱支付的13万美金到底来自什么地方。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说，川普他并没有使用共和党人或者他的支持者给他捐赠的这个钱，而是自掏自己的腰包，然后支付了13万美金。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不合法的地方。不过曼哈顿地方检察官的说法就是因为川普他花这笔封口费是为了赢得大选，是为了不影响他自己的选情，所以他哪怕是自己支付了这笔钱，这笔钱不是挪用于他自己竞选资金账号，也不是来自于任何人的捐赠，自己支付的这个钱依然可以被算作是竞选资金。虽然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说法显得有点不太符合我们的常理，但是的确从美国的法律角度来看也不是完全没有任何道理。所以整起案件的一个逻辑推理的链条就变成说封住艳星的口是为了避免影响川普他自己的选情，所以哪怕是川普自掏了腰包来支付这个费用，这笔钱也被算作了是竞选资金。因为使用竞选资金来支付封口费变成了一个违法的事实，所以现在川普他伪造商业记录也就顺理成章的从 A 级的轻罪变成了1级的重罪。所以既然这件事情在法律程序上被界定成了重罪，那你说到底有没有一个紧迫性需要在大选以前来定罪呢？这件事情也就变得有一点点模棱两可，变得有一点点灰色地带吧。因为的确不是很多人常理当中理解的那种谋杀或者是抢劫这种暴力的这种犯罪行为。
那这个判决生效了以后，后续会有什么进展呢？川普他会不会被拘押收监失去自由呢？目前根据美国的司法实践看起来，70%到90%的这种一级重罪，它的判决不会导致被收监的这么一个结果，因为通常都是缓刑或者是罚款跟社区服务相结合的这种判决。那即便真的是被判入狱的话，我觉得特朗普他也有很多方法可以申请保释这样就避免在上诉期间被拘押关进监狱，以及他如果真的是成功当选的话，他为了避免他这个总统的职责被干扰的话，几乎可以肯定在任职期间他不会被拘押被关进监狱。那这个判决会影响到特朗普竞选总统吗？其实不会，因为美国的宪法并没有任何条款规定犯有重罪的人不可以竞选成为总统。哪怕最终他被判入狱的话，其实美国历史当中也曾经有过一个先例，有一任候选人曾经在狱中开展总统竞选，所以这个事情也是有过先例的。那特朗普可以肯定他是一定会上诉的。有媒体报道就是说他的这个律师团队有很多种说法可以推翻这个判决，当然最终是不是一定会成功也没有人可以打包票。而且他们一旦开始上诉的话，他会上诉到州的最高法院，然后再上诉去到美国的最高法院，整个过程会非常的耗费时间。我相信整个流程走下来至少也会拖到大选结束以后。那如果特朗普成功当选的话，他可不可以自己赦免自己呢？其实简单的答案就是不能，原因就在于说目前这个判决它是来自于纽约州的地方法院，所以其实只有这个纽约州的州长有权利可以赦免他自己的这个罪行，而特朗普他成功当选总统的话呢，他其实只可以赦免联邦一级的这个罪行，所以他不能够自己赦免目前这个伪造商业记录的这么一个罪行。那这个判决对于特朗普的选情会有影响吗？其实影响肯定会有，因为目前来看这个判决没有下来以前的话呢其实对比拜登来说，特朗普的选情是在领先的优势当中，因为很多摇摆的美国选民对于拜登其实是不满意的，因为感觉他是年龄太老非常昏庸非常虚弱，然后他的拍档这个副总统哈里斯非常不得人心，更何况拜登刚刚就是赦免了大学生的这个学生贷款，很多人表示非常不满，因为你拿着纳税人的钱去帮你自己收买选票，这种做法非常的龌龊，以及拜登在以色列问题上手足两端得罪了很多的这个阿拉伯的支持者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如果说特朗普犯的这个罪是那种非常明显的重罪，比如说真的是涉及到谋杀，涉及到这个强奸或者是其他一些非常严重的暴力罪行的话，我觉得这个判决绝对有助于抬升拜登的选情。但目前这个情况给很多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灰色地带，这个罪行不算很严重很轻微，然后完全可以拖到选举结束以后你再重新去指控他，然后去判决他是不是有罪，以避免这个干涉选举的这么一个嫌疑。但是目前民主党没有避这个嫌，他们坚持要就是判他有罪，甚至很多时候听到一种说法，就是法官也好这个法庭也好，他们想要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特朗普收监，然后让人看到就是特朗普被关押进监狱这么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画面，以此来打击他的选群打击他的支持率。我觉得可能民主党的想法会有点过于天真，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我看到推特上很多川粉他们更多的是非常坚定了对于特朗普的支持，然后我会觉得说更多的可能共和党的一些可投可不投的人会因为民主党的这个操作变得更加坚定，想要投票支持特朗普也不一定。这里是艾森的频道，如果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请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祝你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